他不敢上前去追，想到他对他的好，对他的呵护，他难受地蒙住自己的脸哭了，慢慢地蹲下身子哭泣。对不起，对不起，他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穆华，多么骄傲的一个男人，从来都没有为任何一个女人停止过向前的脚步，这次却败给了穆清河。穆清河哭得喘不过气来，他抬眸看向穆华远去的方向，眼里的雾气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不停地擦拭，哭得咬住了自己的手背。你在干什么？穆清河。顾其东将他从地上拉起来，抓着肩膀，瞧着他手背上被他咬的牙齿痕，抬眸望向他满脸的泪痕。顾其东的心疼了，他轻轻地抚上他的脸。穆清河，让穆华离开，你后悔了吗？穆清河怔怔地瞧着顾其东一脸心疼的表情，他固执地摇摇头，因为在穆华转身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自己对穆华的感情。恋人未满。顾其东忽然笑了，他将他眼角的泪水拭去，低头吻了一下他的鼻子。穆清河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对着顾其东露出一个笑。傻笑什么呢？顾其东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梁。穆清河反驳，伸手捏住他的鼻梁，笑得放肆，我就笑。好，你要一直笑，我喜欢你的笑。顾其东低低地说。穆清河傻傻地看着顾其东，不再开口说话，顾其东也同样看着他。叔弟，顾其东狠狠地将他抱入怀里。我喜欢你，穆清河。穆清河眼眶又湿了，他咬着自己的唇，重重地拍打了一下顾其东的背。他想，如果顾其东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也许他真的会穆华在一起。可是他出现了，而且霸道地占据了他的心。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穆氏集团公司总裁穆华即将与副书记女儿夏果结婚的消息。顾其东的别墅里，阳台，穆清河躺在舒适的躺椅上，手里正拿了一份娱乐报纸。当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勾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如果这是他的选择，他没有资格再说些什么。哪怕他不是真正的爱夏果，至少夏果是真的爱他，想要给他幸福，他希望他能够幸福。昨晚，穆清河不知道回家该怎么面对穆华，于是被顾其东带回了别墅。顾爱一看到他，特别的兴奋，吵着闹着晚上要妈妈陪他睡。穆清河没有办法，至少答应陪爱爱一起睡。可谁知，脸皮很厚的顾其东也要和爱爱试睡，于是爱爱睡在穆清河和顾其东之间。这是穆清河第一次和顾其东同床共枕，虽然两人之间还隔着一个爱爱小朋友。喝杯牛奶。顾其东穿着一件白色衬衫，领口向下的3颗纽扣全部敞开，锁骨处隐隐暴露深深的吻痕。这次一大清早，顾其东在浴室里调戏穆清河的后果，穆清河发起狠来，对着他的碎骨处就是一阵吮吸，不是吻，是啃咬。谢谢。穆清河喝了一口牛奶。味道如何？顾其东依靠在椅子旁，低笑看着他。穆清河吧唧了一下，点点头，好喝。让我尝尝。好啊。穆清河抬起手，将牛奶递给他。顾其东接过，将杯子放在一旁的桌上，低头封锁住他的唇畔，长驱直入，循着他的丁香小舌。热吻激情过后，顾其东轻舔湿了他的唇角，看着他迷情的眼眸，道：确实味道不错。穆清河恼羞成怒，怕打了一下他的胸膛，去你的！顾其东猛地拉住他的手，将他从躺椅上拉起，然后自己躺下，将他搂入怀里。穆清河压在顾其东的身上，别扭地扭了扭身子，顾其东却忽然抓住他的腰身，眼睛暗沉地盯着他。不要动。他的声音暗哑低沉。穆清河也不敢再动，躺椅本来就够一个人坐，现在顾其东躺着，他又紧拉着他，他只好干脆在他身上躺下，将脸贴在他的胸口不再动。顾其东搂抱着穆清河，缓缓地闭上眼睛。穆清河趴在顾其东的胸口，闲来无事，拿起自己的一撮头发，扫着顾其东露在外面的肌肤，感觉丝丝痒意。顾其东睁开眼低眉望去，见穆清河玩的兴致高昂，
他低笑紧抓住他胡闹的手，将他的发梢往他的颈脖处扫去。干嘛？好痒。穆清河低低的笑，娇嗔地拍打了他的胸膛。顾其东伸手去抓他的痒，他笑得更加癫狂，想要站起身，他却猛然抱住他的腰身，四目相对，他愣了。他伸手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眼眸里满是深情。今晚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怎样的聚会？很隆重吗？他问。顾其东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摩挲他娇红的唇瓣，一个朋友的聚会，很随意。穆清河点头，一个男人如果愿意将你介绍给他的朋友，那么说明他真的把你当作是他在意的人，他也想要认识顾其东的朋友。清河，我想吻你。顾其东很突兀地问出这么一个问题。穆清河笑得欢，双手捧住顾其东的脸，主动低头吻住顾其东微凉的唇。顾其东，我也想要吻你。愈吻愈深，顾其东情动地将大掌探入他的衣内。他这个3年都没有开过荤的男人，怎么受得了穆清河的主动挑逗，情不自禁地低吟了一声。穆清河听到顾其东的呻吟，扑哧一声笑了，将脸埋在他的颈部处，笑得身子都微微颤抖了。你笑什么？顾其东昂头含住他的巧小精致的耳垂。穆清河身子一颤，勾唇一笑，低头咬住他的颈脖，却并不使劲，因为怕真的咬疼他。他努力的吮吸，弄出一个深紫色的吻痕，然后看着自己的杰作，骄傲的笑了。顾其东看着他笑，宠溺的拍拍他的脸蛋，你让我怎么出门？在他的颈脖处弄出一个吻痕，这种天气又不适合戴围巾，这个吻痕变得愈加的夺人眼球。穆清河女王般的笑，勾住顾其东的小巴的道，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你是我穆清河的男人，谁也别跟我抢。顾其东轻笑，没想到你占有欲这么强烈。害怕了？他问。顾其东点点头。穆清河笑，现在知道害怕晚了。小样，看你得意的。顾其东点点他的鼻子。穆清河不敢了，扭着身子道，不准喊我小样，你得喊我女王。女王，你知道你惹火了吗？顾其东挺了挺自己的身子，让穆清河感受下他此刻的危险。穆清河感受到顾其东僵硬的身子，面色一红，手忙脚乱地从顾其东的身上下来，忙往卧室逃去，边跑边说，我尿急，我真尿急。顾其东看着他慌张逃跑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声，低头看了眼小腹小面顶起的帐篷，无语望天。慢慢来，穆清河来刚刚接受他，他不能太猴急吓着他。顾其东转眸间看到桌子上的报纸，见到上面大幅对于穆华婚事的报道，他勾唇冷笑。傍晚，顾其东带着穆清河去幼儿园接爱爱，跟着一众小朋友站在幼儿园门口等爸妈来接的爱爱，看到顾其东身旁的穆清河，蹬着2条小胖腿往穆清河跑去。妈妈，妈妈，你来接爱爱回家吗？穆清河不知怎地，现在听到爱爱喊他妈妈，他觉得心里很温暖，好似他本该就是爱爱的妈妈。对呀，妈妈来接爱爱。爱爱今天穿着白色的蓬蓬裙，梳着2根麻花辫，上面别着2个漂亮的头花。穆清河抱起爱爱，低头看到向他们走来的陆园小朋友。陆园小朋友很乖巧地对着穆清河喊了一声阿姨，然后喊顾其东叔叔。穆清河伸手摸摸他的头，小圆圆真乖。他记得爱爱是这么叫他的。爱爱嘟起嘴，不知怎地不高兴了，撅着嘴说，妈妈，小圆圆只有爱爱一个人叫的。爱爱的话一出，穆清河愣了，而在一旁的顾其东低笑了一声。小圆圆是属于爱爱一个人的昵称，你可以喊陆圆或是小圆。顾其东解释道。穆清河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看着年幼的爱爱，忍不住笑了。这个小家伙怎么早就知道为自己找好老公？陆源这个小绅士一看就知道长大了会是一个好男人，肯定很会疼老婆，将爱爱嫁给他，他也觉得蛮好的。妈妈，把爱爱放下来。爱爱扭着身子要从穆清河的身上下来，穆清河拗不过他，自然只好将他放到地上。爱爱拉起陆源的手，昂着头说，小圆圆说今天我们全家要去他家做客，
是不是？穆清河不解，抬眸看向顾其东，顾其东对着爱爱点点头，说是。爱爱甜甜的笑，好，小圆圆，我们一起走。陆远小绅士点点头。这会儿，上次欺负的小女孩正好出来，爱爱朝着她喊道：“小辣椒，我告诉你，我是有妈妈，今天我妈妈就来接我了。”爱爱拉起穆清河的手，又大声地朝着他口里的小辣椒喊了一遍。小辣椒抬眸望来，看到爱爱身旁漂亮的阿姨，忽然哭一般的往她爸爸的身边跑去。后来，爱爱从知道小辣椒是没有妈妈的，她的妈妈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她以为爱爱跟她一样都是没有妈妈，她觉得找到了玩伴，想要和爱爱一起玩，可是她用错了方法。但是后来的后来，爱爱还是和小辣椒成了好朋友，小辣椒成了爱爱一生中唯一的死党。爱爱和陆远小绅士坐在车后座，两个人玩着游戏。穆清河时不时地转头看向他们俩。穆清河转而看向驾驶座上的顾其东，问：“今天我们是去小绅士的家吗？”小绅士就是小圆啊。是。顾其东笑，但是别看陆源绅士，就误以为他会是个善良的孩子。记得有一次爱爱被一个小朋友给欺负了，头都破了，结果陆源硬是将人家的手臂给弄断了。小绅士会这么凶？穆清河怀疑了。那要看对待什么事情。顾其东一度怀疑陆源这小子在玩养成，虽然养成的只是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女孩。穆清河忍不住又转头看了一眼陆源小绅士，真想象不出来他发火打架的样子。陆浩秋的家里敲响门板，来开门的是陆浩秋。陆浩秋看到穆清河懵了，像是见鬼了似的，不可思议地转头看向顾其东。顾其东只是笑了，拉着他进了陆浩秋的家。爱爱像是回到自己家似的，拉着陆源就跑进了陆源的卧室。陆浩秋指着穆清河说不出话来。是东子哥来了吗？正好，此刻杜柔从厨房出来，见到穆清河，他僵住了，什么表情都没有了。他叫穆清河。顾其东简单的做了介绍。穆清河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陆浩秋审视的眼光，有些别扭，难受的看向顾其东。顾其东搂住他的肩膀，对着陆浩秋嚷嚷道：“别这样赤裸裸的看着我的女人。”杜柔瞧了一眼穆清河，眼眶一红，有些激动：“我去给你们弄吃的。”穆清河看向杜柔的背影，杜柔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女人好贤妻良母，很温柔的感觉。而陆浩秋皮肤黝黑的，一点都不像白皙的陆源的父亲。其他人知道吗？陆浩秋问顾其东。子浩知道。陆浩秋点头，又转看向穆清河：“林清河，你想喝点什么？”“我随意。”顾其东搂紧穆清河，低头在他耳边说：“别紧张。”穆清河瞪了他一眼，又不是什么大事，他干嘛要紧张？只是有点不太喜欢这种被关注的目光而已。陆浩秋泡了一杯柠檬水给穆清河，他记得林一是喜欢喝柠檬水的。顾其东一看到柠檬水，就说：“换杯纯净水吧。”陆浩秋不解，他的肠胃不好，不能喝这种酸的东西。顾其东解释：“你刚才不早说。”陆浩秋瞪视顾其东。顾其东笑：“这是让你刚才一直盯着我女人看的后果。”陆浩秋没什么好说的，只好转身重新去泡茶。穆清河见顾其东关心他的身体，心里觉得暖暖的，伸手握紧他的手。坐了没一会儿，门又被敲响了。陆浩秋递给穆清河纯净水，就立马去开门。门一开，一个穿着大红色个字衬衣的女人立马蹦了进来，歪头道：“大家好。”眼眸触及到穆清河，她的反应跟别的人完全不一样，而是那种特别的兴奋，像是好久没有见到一个人似的。她蹦到穆清河的面前，笑着问：“一姐，这些年你去哪里了？我好久没见到你了。”穆清河听到她唤林一，一下子愣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候，同时进来的男人将活泼的女人扯到身旁：“别闹。”他疑惑地看着穆清河，转而看向顾其东：“东子哥，这怎么回事？”“你们好，我叫穆清河。”
穆清河自己开口。穆清河。莫西不明白了，为什么他说他叫穆清河，明明就是一姐呀。李俊想起上次和郑子浩喝酒时，郑子浩曾经跟他提起过有一个长得极其像林一的女人出现了，原来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莫西开口还想要问些什么，李俊拉住莫西就往一边走，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莫西的表情变换得特别精彩，惊愕、不可置信、欢喜。穆清河挠了挠头，站起身，指向厨房，说：“我去厨房。”哎，他怎么有种像是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被大家一起观赏的感觉。跑进厨房，杜柔正在洗菜，看到他进来，不免惊讶：“你怎么过来了？不在外面多坐会儿？”“我来帮你。”穆清河笑着上前帮杜柔洗菜。杜柔看了一会儿穆清河，开口道：“你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3年前发生过车祸，然后失忆了。”“失忆了？你忘记了所有？”杜柔讶异。穆清河点头，全部都不记得了。杜柔笑着说：“幸好你又遇到了东子哥。”他是真的为东子哥开心，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爱一个女人，从学生时代到婚后，然后到他的逝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穆清河缓缓地勾起唇角，他也觉得遇上顾其东真好。突然之间，两人之间没有了话语。穆清河不喜欢这种沉默的气氛，你的儿子很可爱，很绅士。呵呵，我更喜欢爱爱，很想要一个像爱爱这样的女儿。你可以再生一个女儿啊。穆清河说道。我不知道，浩秋从来都没有跟我提再生一个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说过我的想法。杜柔是真的喜欢爱爱，而且陆源有时候太乖，太让他省心，让他想要有一个会闹腾的孩子。有什么事情，夫妻之间不可以说的。杜柔点头。正走到门口的莫西听到杜柔和穆清河的对话，手不自觉地附上小腹。他的大姨妈都推迟好多天，会不会这里面也有个宝宝了？莫西。杜柔转头见看到站在门口的莫西。莫西赶忙将手放下，在裤脚边搓了搓，我闻着好香，就过来看看。哦，我正在炖鸡汤。杜柔笑道。莫西就是个吃货，而且无肉不欢。怪不得好香，我现在肚子都在叫了，好想吃啊。莫西说着，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唇。穆清河看着莫西不由得笑了，这个女人有点古灵精怪，可是一看到就觉得喜欢，他喜欢和这样的女人交朋友。再等一会儿，我再多炒几个菜就可以吃了。杜柔道。那好，我可等着哦。莫西又蹦回了客厅，见一众男人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谈论啥商业大事，他也听不懂，也不喜欢听，干脆跑去陆源的卧室，跟2个小朋友一起玩。吃饭的时候，众人围坐一团，爱爱坐在穆清河和顾其东之间，而陆源同样是坐在爸爸妈妈之间。多吃点。杜柔客气地笑。陆浩秋夹了一块鸡肉放入杜柔的碗里，笑道：“老婆，辛苦了。”杜柔温柔地笑。陆大哥真会疼老婆。穆清河惊呼道，笑容灿烂。顾其东忙拿起筷子，也为穆清河夹了一个鸡腿。我也是。大家见此，全笑了。穆清河瞪向顾其东，谁是你老婆呀？我可是未婚少女。哈哈，东子哥，你被拒绝了。李俊得意地笑，嘲讽顾其东。顾其东自然也不示弱，小子，跟人家姑娘谈了几年恋爱了，还不娶人家过门，是不是打算不认账啊？正低头喝汤的莫西听到顾其东的这句话，噎到了，咳嗽了几声，睁大了眼睛看向李俊，他也想听听李俊的回答。李俊呵呵地笑，伸手搂过莫西，我们俩用得着被一纸婚书给制约吗？哪天感冒要看我不爽了，一脚将我踢开，还可以找个更好的。明明李俊说的话都是为莫西着想，可是莫西听着却特别的难受，感觉是他随时准备将他抛弃，现在他很有可能怀孕了，而李俊却没有计划想要娶她，他该怎么办？俊小子，你都不问问莫西想不想要嫁你，也许人家急着嫁呢。陆浩秋调笑道。李俊转头看向莫西，莫西已经不敢露出失望的表情，只有对着他笑笑，我还年轻，不急嫁。
既然他都不打算娶她，他何必自找欺辱，求着嫁给他？李俊一顿，听到他不打算嫁他，心里怔怔的难受。坐着一直没有说话的穆清河却观察到了莫西异样的神情，他在难受。穆清河抬眸再看向李俊，觉得他们俩之间似乎有问题，但是他也才和他们认识，没资格说些什么，于是就选择缄默。小圆圆，这是你爱吃的鱼。爱爱小朋友听不懂大人的话，自顾自地将自己碗里的鱼肉夹给对面的陆源。陆源只是淡淡的笑，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爱爱不喜欢吃鱼肉吗？为什么给陆哥哥吃？穆清河笑问。爱爱嘴里含着米饭，含含糊糊地说，爱爱也喜欢吃鱼肉。穆清河笑看着爱爱，夹了鱼肉放进他的碗里，那爱爱也吃。可是鱼有刺。爱爱嘟着嘴，烦恼地道，笨蛋。小圆圆将已经挑好刺的鱼肉夹还给爱爱，又从他的碗里将穆清河夹给他的鱼肉夹走，吃吧。爱爱笑得特别开心，点点头，夹起没有刺的鱼肉就往嘴里塞。穆清河愣了，转头看向对面依旧认真挑鱼刺的陆源小绅士，要不要这么有爱啊？他都嫉妒了。杜柔也吃醋了，作为陆源小绅士的亲亲妈妈，她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不由得嘟起嘴对着陆源道，宝宝，妈妈也想吃鱼肉。陆源小绅士抬眸看向杜妈妈，认真地道，妈妈，你比较适合走贤淑路线，而不是可爱路线。一听陆源的话，杜柔立马将嘟起的嘴收回，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低头偷笑。杜柔懊恼了，她完美的形象似乎被破坏了。陆浩秋摸摸她的头安抚，将已经剔好鱼刺的鱼肉放进她的碗里，温柔地道，吃吧。杜柔一下子感动了，没有儿子的照顾没关系，她有老公。穆清河缓缓地转头看向顾其东，露出一副天然呆的模样，眼里闪烁着某种渴望。顾其东手一顿，不解地问，看着我干什么？穆清河眯着眼瞪视着他，他也要剔好刺的鱼肉啊，干嘛不说话？顾其东又问，你的眼睛眯成这样，怎么了？眼睛难受？其他人失笑，低头吃饭不语。穆清河又狠狠地瞪视了他一眼，咬了一下唇，转回头低头吃饭。气死他了，一点都不懂他的意思。忽然，一块鱼肉进了他的碗里。笨蛋，多吃点。顾其东失笑道。穆清河将鱼肉夹进嘴里，转头去看顾其东，却见他并没有看着他，而是在喝汤。看到他侧脸的俊美轮廓，心神一荡，忍不住扬起唇角。这顿饭下来，清蒸鱼吃的只剩下一副骨架，被这些爱争风吃醋的女人给吃完了，还吃得意犹未尽。吃过饭后，众人便聚在一起喝茶嗑瓜子，女人们则坐在电视机前看无聊的偶像剧。穆清河见茶几上有一本画册，我能看看吗？穆清河问正抬眸看着电视的杜柔。杜柔看向他手里拿着的画册，有点羞涩，顿了顿还是点头了。穆清河翻开画册，发现里面画的全是同一个人，而且是个男人。他抬眸望向正和顾其东交谈的陆浩秋，笑问杜柔，这都是你画的？杜柔点点头。什么呀？让我看看。莫西探头过去，见上面的素描，称赞道，杜柔姐，你画的真像。就是随手画的。杜柔谦虚地道。穆清河看着画册上一张张陆浩秋不同神态、不同动作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杜柔对陆浩秋的爱意，这种爱意淡淡的，却久久可以闻出一个幽深的暗香。聚会后，顾其东开车离开，穆清河坐在车内，看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去往顾其东别墅的路，他想自己该回家一趟，不该一直躲避，而且住在顾其东家里也不是那么一回事。顾其东，你可以送我回一趟家吗？他开口问。顾其东转头看向他，眼里有着不赞同，可还是点头，将车子在前个路口拐弯，往穆清河公寓所在的地方开去。在公寓门口下车，顾其东，你先出去吧。顾其东坐在驾驶座上，听到穆清河的话一怔，推门下车，你去拿点东西，拿好就下来。
他可不想将自己的女人放在慕华的身边，慕华对他的心思本就不纯。穆清河哪里会想到顾其东会说这么霸道的话，他知道他心里在介意什么，可是真的没必要。我想和他好好谈谈，你先回去吧。穆清河执着地道。顾其东瞪看着穆清河，冷声道：穆清河，你别逼我。他还想和穆华谈？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想要跟他旧情复燃吗？他不会同意的。顾其东，你别这样，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请你别约束我这么多行吗？穆清河轻声道。顾其东自然是听出了穆清河话语中对他的不满，他绕过车头走在他面前，伸手抚摸他嫩滑的脸颊。好，如果发生其他什么事情，记得打电话给我。顾其东是想起曾经林一跟他说过的话，他说他霸道，不懂得问一下他的意愿，所以这次他不再强求穆清河。穆清河站在公寓前，看着顾其东的车子消失在街口，他才转身往公寓里面走去。他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并没有人在。他走进自己的卧室，愕然地发现自己的卧室的床褥是凌乱的。他明明记得他上次出门前是将被褥折叠好的。穆清河走过去，坐在床边，看到床头柜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满满都是烟头。穆华睡在他的房间，而且还抽了这么多的烟。穆清河看了眼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穆华应该快回家了。正在他想的这会儿，卧室门被打开，他猛然抬头望去，穆华一袭西装整齐地站在门口。他看到穆清河的一瞬间，眼里闪过诧异，慢慢染上一层笑意。你回来了，语气有些冷，可是眼睛却是笑着的。穆清河站起身，紧攥着手中的手机。自从那天之后，他面对穆华会变得紧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穆华见他如此局促，忽地冷笑：你是来收拾东西，准备走人的吗？虽然极其不想说出这种可能，可是他的这种状态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对不起。第68章移情别恋。穆清河，你知道吗？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3个字。穆华眼里布上了一层阴霾，嘴角冷冷地勾起。舒诺奴盼穆清河咬了咬牙，抬眸对上他温怒的眼眸。我知道，是我的错，我不该喜欢上你之后又移情别恋。可是爱情是不能勉强的，所以只有对不起。我说了，我不要听对不起。穆华对着他吼道。不管你想不想听，我已经说了。这次我回来是有事情想问你，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救得我。你知不知道我失忆前是谁？穆华面色一僵，你真的想要知道？其实在没有喜欢上穆清河之前，穆华也从来都没有过问过。那个女人将穆清河托付给他，他就只是当身边多了个人，一点也没有放在身上。可是这几天他去弄明白了他的过往，才发现他早就输了，输在没有早早的认识他。我想知道，请你告诉我。穆清河认真地道。穆华嗤笑，现在连和我说话都这么客气了。穆清河，我不会告诉你，我劝你也别再追究了，忘了，对你更好。穆清河不解，为什么？为什么说忘了对他更好？他的过去有那么不堪入目吗？穆华转身打算离开，最后还是顿住了脚步。如果你真的想要和顾其东在一起，别去找回记忆。还有，收拾好东西，早点走吧。穆华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卧室。穆清河愣在原地，表情呆呆的，他实在是不明白的穆华的话。他越是不希望他知道，他越是好奇到底他的过去是怎样的。穆清河简单的收拾了几件物件，便离开了穆华公寓。他将钥匙放在了茶几上。听到轻轻的关门声，穆华从卧室里开门出来，拿起茶几上的钥匙，苦笑，最终狠狠地扔在地上。穆清河拿着小小的行李箱，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可没有脸皮薄地主动去顾其东那里。最终，穆清河找了一个酒店住下，但是酒店也不是长久之计，他有没有那么多的钱一直住酒店，所以他打算找一个单人公寓。刚在酒店安顿好，顾其东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喂，你在哪里？
顾其东的声音有些焦灼。我在外面。具体？穆清河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在某某酒店。电话那端的人顿了顿，又问，房间号？语气不是很好，似乎心情也不太好的样子。2312。穆清河识相地报了房间号。随后，顾其东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穆清河看了一眼挂断的手机，随手扔在床上，然后盘坐在床上，将电视机打开，看起了电视剧。电视里两个别扭的人还没吵几句，房间门就被敲响了。穆清河下床跑过去开门，一见顾其东站在门口，他身上的西装已经脱下放在手臂上，看着他的眼神像是要把他给吞了。你速度好快啊！穆清河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顾其东哼了一声，进了房间。穆清河摸摸鼻子，跟在他身后。顾其东瞥看到穆清河放在墙角的行李箱，嘴角缓缓勾起，下一刻笑容又敛去。他转过身，面无表情地对向穆清河。穆清河一抬头，就撞上顾其东冷冰冰的眼眸。两个人四目相对。穆清河正酝酿，想自己是不是该说点什么，顾其东比他率先开口。为什么跑来住酒店？他冷冷地问。穆清河听到顾其东质问的语气，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那啥，我从家里搬出来了，为什么不找我？顾其东气愤的是这个女人既然从家里整理行李出来，为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找他，而是住酒店？我怕麻烦你。穆清河愣愣地说。穆清河！顾其东气愤地朝他吼道。穆清河掏了掏自己的耳洞，皱眉道，你干嘛凶我？我只是觉得我们认识不久，我跑去找你不太好意思而已。认识不久？不好意思？穆清河，这就是你的理由？顾其东真的是被他气到了。哎呀，拿着行李跑去找你，我怕你会觉得我轻浮。穆清河闷闷地道。顾其东忽然笑了，上前将他搂入怀里，轻蹭着他的脸颊。我不会觉得你轻浮，反而会很高兴。哦。顾其东放开他，从墙角拿起穆清河的行李，拉起他的手就往门口走。哎，我们这是去哪里？穆清河见他拿着行李，急了。回家。顾其东给了2个字。可是我已经付了钱了，酒店也不会把钱退给我。那点钱不要了。顾其东很大气地道。穆清河郁闷了，他是有钱人，钱多的花不完，可是他没有多少存款啊。顾其东回过身，低头紧紧盯着他，温柔地道，以后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穆清河急急地道，他这个有钱人应该看不上他那点小钱吧？顾其东失笑，对，你的钱还是你的钱，所以如果觉得钱不够用，就问我要。顾其东，你算包养我了吗？给他钱花，让他住别墅。顾其东听到包养2个字，嘴角抽了抽，低声道，一般男人包养女人，就是看上了女人的床上技术，你觉得你可以吗？穆清河看到顾其东眼里的笑意，一时不服输，愣头愣脑地道，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我床上技术不行？说完这句话，穆清河就后悔了，他怎么就傻傻说出这样的话，感觉在邀请顾其东似的。顾其东笑得欢，低头在他耳边低语，那么我们回家好好试一试，如果好的话，我就包养你。穆清河耳根一热，又羞又怒，瞪视着顾其东。顾其东见他眼里冒火，也不再逗他，勾了勾他的鼻子，拉起他的手就走，走吧，我们回家。穆清河低头跟在顾其东的身后，回到顾其东的别墅。我住哪一个房间？穆清河问。你想住哪个房间就住哪一个房间。穆清河开玩笑说，我要住主卧室。好。顾其东一口就同意了，并且直接拎着他的行李往楼上走去，目标是主卧室。穆清河急了，他不会真的让他跟他住在用一个房间吧？忙跟上去，急呼道，我开玩笑的，我不住主卧室，我住其他房间就好了。现在反悔，晚了。顾其东已然进了卧室，穆清河也跟着进了卧室。卧室里面挂着的结婚照早已被顾其东收起了。
穆清河去夺顾其东手里的行李，顾其东夺过他的抢夺，道：“不是说要住主卧室吗？”“我开玩笑的。”穆清河囧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不可能收回，所以你从今以后就住主卧室吧。顾其东不给他反悔的机会。穆清河无奈了，他不过是开个玩笑，他就顺势真的让他住进了主卧室。那么你住哪里？顾其东转头看向大大的床，说：“床够大，我想睡2个人应该没有问题。”穆清河瞧着红色的床单，红色的被褥，怎么感觉好像被人骗婚，现在是进入洞房花烛夜的感觉。顾其东，你真会开玩笑。穆清河瑟瑟的笑，这进程也太过了吧，这么快就要同床共枕了。我不爱开玩笑。顾其东很认真地说。这下穆清河不知道怎么接话下去了，嘴角的笑意也僵在那里。顾其东看着他这副害怕的样子，不禁笑了，上前拍他的小脸：“傻瓜，我不会勉强你的。”穆清河瞧着顾其东的俊脸，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不会勉强跟你睡在一张床上，还是说虽然我们会睡在一张床上，但是我不会勉强你做一些床上运动的？顾其东不去理会穆清河想什么，将穆清河的箱子放在床上，打开。还在胡思乱想的穆清河看到顾其东将他的箱子打开了，他惊得瞪大了眼睛。箱子一开，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件大红色非常艳丽的内里。穆清河慌乱跑上前，扯过内衣放在身后，对着他呵呵的笑。顾其东淡笑不语，低头往箱子里看，穆清河也顺着他的眼神望向下，再次瞪大了眼，没想到大红内衣下面是一条黑色蕾丝内裤，非常撩人的那种。穆清河再次迅速地夺过内衣往身后塞，傻笑对着顾其东。好尴尬了，居然被他看到这些东西。那个，我自己来整理好了。顾其东见他不好意思，好，你整理，等会我带你出去吃饭。穆清河见顾其东出了房间，才将身后的东西拿来出来，将行李箱里面的衣服全倒出来放在床上，他一件件的整理折叠好。他拿起衣服走到衣柜前，将衣柜打来，见里面全是清一色的西服，愣了一下，他将自己需要挂的衣服挂在顾其东的衣服旁边，瞧着左边是顾其东的衣服，右边是他的，好似有种结婚过日子的感觉。他将下面的抽屉拉开，瞧见里面各色的内裤，还全是有牌子的那种。穆清河好奇地拿起一条看，是子弹内裤。谁知这时顾其东已经抱着爱爱推门进来。妈妈，我回来了。爱爱之前不肯跟顾其东他们一起回来，要和陆源一起玩，这会天色暗了下来，陆浩秋就将他送回了家。穆清河被爱爱的声音惊到，手一颤，内裤掉在了地上。他抬眸对上顾其东的眼睛，羞愧的想要挖个洞将自己给埋了。顾其东好笑地看着穆清河慌张失措的样子，走上前将地上的内裤捡起来放回抽屉里，低头在他耳边调侃道：“清河，如果你对我的贴身衣物感兴趣的话，我晚上好好让你研究一下。”顾其东明明说着有些色情的话语，却一点儿也不显得猥琐。穆清河心里道：谁对你的内裤感兴趣了？我才不要研究。妈妈以后都跟爱爱住在一起吗？爱爱抱着穆清河的大腿，昂着头问道。穆清河摸摸她的小脸，点头，以后妈妈和爱爱住在一起。真好。爱爱幸福地道。顾其东抱起爱爱，对着穆清河说：我们出去吃饭吧。穆清河点点头，挽上顾其东的手臂。就这样，一家3口出门吃饭。穆清河局促不安地坐在床边，听着浴室里面哗哗的水声，懊恼着为什么爱爱这么早就睡着了，他现在都没有借口说陪爱爱玩。难道他今晚真的要和顾其东同床共枕了吗？顾其东从浴室出来，看到的就是穆清河一脸懊恼的表情。你不去洗澡吗？穆清河抬眸看到顾其东上身赤裸，下面只围了一条浴巾，他蹭地站起身往浴室跑。我去洗澡。随后就听到浴室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顾其东轻叹了一声，这个女人至于这么紧张吗？浴室里，因为顾其东刚洗完澡，
雾气弥漫，不知怎地，穆清河心里升起一股燥热。他烦躁地甩了甩头，告诉自己别乱想了，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走进浴缸里面泡澡。洗着洗着，穆清河就在浴缸里睡着了。在外面的顾其东见穆清河这么久时间才不出来，就去敲门。清河。穆清河听到有人叫他，一惊，忘记了自己在浴缸里泡澡，呛了一口水。他摸了一把脸上的水，忙说：什么事？你已经洗很久了。没事吧？顾其东关心地问。没有，我快好了。浴缸里面的水已经不热了，穆清河急忙从里面出来。出来之后，穆清河才发现他刚才急着进浴室，忘了拿换洗的衣服。他走到门边，对着外面道：顾其东，帮我那套衣服进来。好。随后，浴室门又被敲响。穆清河将门开了一些，顾其东便将衣服递了进来。穆清河接过，又急忙将门关上，拿起上面的睡衣，发现下面居然是红色内衣和那条黑色蕾丝短裤，脸蹭的一下子红了。这个该死的男人是故意的，故意拿这个进来。穆清河穿戴好之后，出去瞪了一眼已经躺在床上的男人。清河，别这样看着我，我会怀疑你在勾引我。顾其东调笑道。穆清河不跟这个男人一般见识，走到床边正打算上床，可看到顾其东，他又顿住了。怎么，还不打算睡吗？顾其东问。穆清河看着顾其东专门给他空出的床位，他咬了咬牙，还是躺了进去。他背着顾其东躺下。下一刻，顾其东将伸手将他抱入怀里，穆清河身子一僵。别紧张，我不干什么。顾其东轻笑。穆清河听到耳边低低的笑声，慢慢的放松了身子，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穆清河是睡着了，受煎熬的就变成了顾其东。顾其东将他紧紧的搂住，低头在他颈脖处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股淡淡的清香沁入他身内，让他更加的意乱情迷。可最终不得不忍住心里的情潮。莫西心里一直恐慌、害怕、担心，最终她还是偷偷的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真的怀孕了。莫西拿着验孕单，不知道该怎么办，傻傻的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盯着验孕单。最终，莫西鼓起勇气，打算去找李俊。他觉得他有资格知道她怀了孩子这件事，而且告诉他也让他决定该怎么办。莫西打的去了李俊的公寓，拿出李俊给他的钥匙打开门，可是当看到客厅里的一幕幕，他顿住了脚步。房门口就是李俊的黑色西装，不远处是一件女士的衬衫，沙发背上挂着一件粉色的女士贴身衣物。李俊的西装裤脱落在卧室门口，西装裤上面是一条女士短裤，如此的刺眼。莫西的心瞬间掉入了冰潭中，他全身冰冷，他慢慢地迈开步子，脚似乎有千斤重。他紧握着手里的验孕单，一步一步走到卧室门口。透过卧室门的缝隙，他望进里面，当瞧见里面床上躺着的两人，莫西瞬间僵住了，再也不能欺骗自己，里面那个不是李俊。可是相处了3年的男人，他怎么还会看不清呢？莫西再也不想看下去，转身风一样的往外面跑去。李俊听到声响，坐起身，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床上的女人甜美的一笑，伸出手臂环抱住李俊的颈脖，是你听错了，哪有声音啊？李俊瞧着面前娇美的容颜，她是他知道情爱这回事开始就爱的女人，曾经他为她结婚而疯狂喝酒飙车。昨晚他告诉她他离婚了，并且从国外回来，他去接她，他投入了她的怀抱，并且告诉她他好想她。那一刻李俊就疯了，阮沁心主动吻了李俊，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回家疯狂的接吻，然后上床。此刻李俊心里莫名的慌张，看着眼前这种依旧美丽的容颜，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他机灵古怪，调戏，时常会想起一些奇怪的点子逗他，对他非常好，这种好时常让他觉得对他愧疚。李俊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利用莫西忘记阮沁心，阮沁心就在他的身边，可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西。你怎么了？阮沁心瞧着这个比他小3岁的男人，从前他追求他，他嫌他幼稚，
觉得不适合。现在他变得成熟，而且变得愈加的有男人味了。他回头，只希望不会太迟。没事。莫西跑出李俊的别墅，不知道该去何处，他的脑子完全乱了，全身发抖，只好紧紧地抱住自己。他没有流一滴眼泪，可心真的疼得厉害。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强人所难，他以为通过努力，他会让李俊爱上他，却不想原来都是他的痴心妄想。爱或者不爱，他爱李俊，可李俊爱他吗？他不知道。心被一刀刀地刮着，疼得他蹲下身子。清风在周边写生，看到一个女孩蹲在街角，痛苦地抱住自己的身子。出于人道主义，他上前蹲在她面前，这才发现她满头冷汗。你怎么了？清风问道。莫西缓缓地抬起头，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他太痛苦了，也太难受，支撑不下去了。哎，真的好累。清风看着倒在他怀里的女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他将着手，不知道该不该扶她。小姐。喊了几声没有反应，清风无奈只好抱起他，站在路边，不知道该打的还是坐公交车。打的话，他裤袋里的钱就足够他吃下顿饭，若是坐公交车去医院太慢了。算了，打的吧。清风抱住怀里瘦弱的女人，招手打的。坐上车，清风就说去医院。医院？你这个男人怎么当人老公的？自己老婆怀孕了都不知道。医生骂着懵了的清风。清风傻傻的连连点头，道歉。不要对我说对不起，该对你老婆说。医生又说了一句，转身离开病房。清风看着病房上的女人，心想，可是她不是我老婆呀。这时护士过来喊他去交费，清风发难了，连连点头，说这就去。护士一走，清风就皱起了眉头，他挠了挠头，看着病床上依旧没有醒来。他咬了咬牙，伸手往他的衣服口袋里探去。偏偏这个时候，莫西醒了，他撑坐起身，愣愣地瞧着面前这个头发有些凌乱的男人，然后看向他放入他口袋的手。你别误会，我送你来医院，但是没有钱，我只是想看看你口袋里有没有钱付医药费。清风急忙解释。莫西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情，心痛如绞，他紧紧按住的心口，呼吸不过来。清风见他神伤的样子，忙问，你怎么了？莫西深吸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放在清风的口袋里，你走吧，我先去付医药费。清风拿了钱就出去了。莫西躺回床上，紧咬着唇，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李俊的公寓，李俊从卧室出来，瞧见大门竟然开着，他上前一看，发现门孔里插着一个钥匙，上面是一个可爱的钥匙扣，这是莫西的。心猛然一颤，脸也白了。清风交好医药费，就走回了病房，却见莫西双眼含泪躺在床上。清风沉默地坐在莫西的床边，拿起自己写生的画具，随手画了起来。莫西大概是哭得太专心，没有注意到清风，等他哭完了，抬眸才发现清风坐在他的床边，想到自己丑陋的哭样全被他看在了眼里，不由得恼怒。你怎么还在这里？莫西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名字。清风听到声响，抬头看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放在莫西的眼前，说道，付完医药费后还剩下的钱。不过他已经将打出租车的钱扣掉了，他可不想明天没有饭吃。莫西瞧着面前的男人，样子清瘦，明目之间却极其的好看。不过这时也不是他花痴的时候，他夺过清风手里的硬币，谢谢你。不用谢。两人沉默，手机铃声响起，打破了这份沉默。莫西拿出手机一看，就是李俊的号码，他毅然决然地打断了。可是李俊似乎不死人，还一直打过来，莫西直接关机。怎么不接电话？清风说完，就觉得自己多话了，他有什么资格问人家这个？莫西完全不想再理会李俊那个人，他想了想，抬眸盯着清风。清风被他看得难受，你别这样看着我，有话就直说。正好这时护士进来给莫西换掉针，对着清风嘱咐道，这位先生，你好好看着你老婆的点滴，
有什么问题就按这个按钮，我会立马过来。清风点点头。护士出了病房，莫西依旧紧盯着清风看。我刚才没有听错吧？护士说我是你老婆。清风心惊，忙解释说是他们误会了。他们没误会，我就是你老婆，所以今晚你得收留我。莫西不想要见到李俊，想着回到家里，李俊肯定会找上门，既然没地方去，干脆就赖上面前这个男人了。清风听到莫西的话就傻了，怎么明明其妙自己就多了一个老婆，这个女人还说得一本正经，好像是真的一样。小姐，你别开玩笑了，收留他，他家那么小，就够他一个人住，让他住进去，他睡哪里？别叫我小姐，你还是叫我老婆吧。莫西完全当作没看到清风的悲痛。清风再一次的懵了，小姐，你慢慢休息，我先走了。清风准备闪人，莫西在他走之前一把拉住他的手，哭嚷着，你个没良心的，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抛弃我。莫西喊的能有多大声就有多大声，生怕外面走廊里的人听不到。清风被他吓到了，忙安抚道，姑奶奶，别喊了，怕了你了。这女人刚才还哭，眼睛都哭肿了，要是别人进来看到，真会以为她欺负她了。莫西奸计得逞，不由得笑了。别笑了，看你又哭又笑，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有病。你有药啊？莫西反问。清风被问倒了，干脆不去理会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坐在一旁画他的画作。莫西见他不理会他，觉得索然无味，你是个画家呀？算不上。清风头也不抬地说。莫西探头去看他的画，居然发现他画的是方才他躺在床上泪眼感伤的模样。他一怔，心情又难受起来，将气发泄在清风身上，嚷道：谁让你画我的？肖像权知不知道？清风抬起头与莫西对视。莫西看着清风清澈的眼眸，傻了，眨了眨巴眼睛，想他用这么无辜的眼神看着他，好似他说错了什么似的。你爱画就画吧。莫西摆了摆手，躺回床上。清风瞧了眼莫西，低头继续画画，过了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我是觉得你很美才画的。莫西默了，心里竟然浮起一股甜味，就因为一个陌生男人的一句话。出了医院，莫西紧跟在清风的身后，清风上了一辆公交车，莫西也急忙跟上。公交车上就只剩下了一个空位，清风瞧了眼身后的莫西，没有坐下，而是站在一旁。莫西走过去，瞧着他身旁的空位，露出一个笑，不客气地坐下来。清风当作没有看到莫西的笑容，转头看向窗外。过了几站，清风低声道：下车了。莫西也忙跟着站起身，车这时停了下来，莫西的身子往前倒去，清风忙扶住他。莫西紧拽住清风的手，才站稳，然后跟着他下了车，手一直拉着他的，竟忘了放手。李俊回过神，发现莫西一直牵着他的手，他有些别扭，他从来都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但又不好意思说。心砰砰的跳，他反握住他的手，往住的地方走去。路上有些泥泞，清风时不时地提醒他一下，绕过了几个弯，走到一幢老旧的公寓前。你真要跟我进去？清风问了一句。莫西坚定地点点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认定跟着他了，既然都已经来了，他就不会走了。莫西跟着清风进了一间公寓，里面一目了然。率先看到的便是一张单人床，床前面就是张沙发，沙发前全是一些画作，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和厨房。很简单的一个家。随便坐吧。清风将自己的画具放在角落里，对着莫西说道。莫西走到床边坐下，看着这个地方，虽然小，但也干净。你晚上准备吃什么？我晚上还要出去工作，你想要待在这里也可以，但是我这里没有让你可以消遣的东西。确实是没有他消遣的东西，连电视机都没有。你晚上要去干什么活？莫西问道。给人画头像。莫西懂了，哦，就是那种街边被画头像的流浪艺人。清风点头，可以这么说吧。至于晚饭吃什么，我不挑食，你吃什么我吃什么。莫西笑着道。
清风看到莫西的笑容，又开始犯愁了。他本来一个人打算一个大饼就解决了，可是现在多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孕妇，他可不好意思让他跟着他吃大饼。最终决定，我带你去吃面吧。行，我说了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清风整理了一下等会出去要摆摊的工具，便和莫西出了门。后来，清风吃了青菜面，却给莫西叫了一碗牛肉面，花了他10块钱，青菜面3块钱，而牛肉面要10块钱。清风看着手里只剩下的5块钱，只希望晚上能多挣点钱。题外话，第69章卷中完。一大清早，穆清河在厨房里忙活，准备给一大一小做点爱心早餐。顾其东穿戴好衣服下楼，就见爱爱站在餐桌前，双手拿着刀叉，晃动着小胖腿，等待着吃的，不禁笑了。他转头看向厨房里的女人，走过去从伸手环抱住她，在她耳边低沉道：“做什么吃的呢？等会吃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出去等着吧。”他温热的气息扑在他的颈脖处，有点痒，他忍不住扭了下身子，却被顾其东牢牢地抱住。女人一大早就引诱我。顾其东说着就吻住了穆清河唇。正热吻着，在外面等得焦急的爱爱喊道：“妈妈，爱爱饿了，爱爱要吃饭。”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打扰到了正激情的2个人。穆清河忙推开顾其东：“快出去，一会儿就好了。”顾其东意犹未尽地舔了一下他的唇角，说了一声好，这才离开了厨房，走在餐桌前，坐在爱爱面前。一大一小彼此瞪着眼瞧着。顾其东说：“爱爱，你刚才破坏了你爸爸的一件大事。”爱爱不解，继续瞪眼：“什么大事啊？给你生个小弟弟算不算是大事？”“不要，不要弟弟，爱爱要哥哥。哥哥都会保护妹妹，他才不要弟弟呢。”顾其东汗了：“什么弟弟，哥哥呀？”穆清河端着餐盘出来，好奇地问他们。爱爱嘟着小胖脸，喃喃道：“妈妈，爱爱不要弟弟，爱爱要哥哥，妈妈给爱爱生一个哥哥。”穆清河明白了，转头瞪向顾其东，这男人居然跟爱爱说这些。顾其东嘴角淡淡的笑，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而有点得意。“爱爱，吃早餐了。”穆清河将手里的餐盘放在爱爱的面前。顾其东见没有自己的份，学着爱爱一样嘟起嘴，委屈地说：“我的呢？不用吃了，饿不起你。”穆清河愤愤地说：“我好饿。”顾其东按着肚子，装出一副很饿的样子。爱爱眨巴眨巴眼睛，瞧着自己的爸爸，小嘴一嘟：“爸爸，你好假哦。”噗嗤，穆清河笑了出来。顾其东僵住，抽动了一下嘴角，坐直了身子，像小学生上课似的。“爸爸，看你这么乖，爱爱把自己的给你吃。”爱爱将叉子递过去，而叉子上就一块胡萝卜片。爱爱睁着大眼睛，笑着。顾其东再次抽动了一下嘴角：“爱爱，你是把你不爱吃的给爸爸？”穆清河把爱爱的手拉回来，轻声道：“爱爱自己吃，爸爸有。”爱爱苦恼了，低头看着叉子上的胡萝卜片，只有自己吃了。穆清河折回厨房，将剩下的拿出来，递给顾其东：“快点吃，然后送爱爱去上学。你呢？”“我等会自己坐公交车去蛋糕店。”穆清河说。“你的蛋糕店就在我公司对面。”穆清河，你觉得你自己坐公交方便，还是跟我一起去方便？这个女人怎么这个时候变笨了？哦，对哦，你公司就在蛋糕店对面。穆清河傻傻的笑。所以什么？穆清河不解。中午过来跟我一起吃饭。顾其东霸道的说道。穆清河抿了抿嘴，为什么不是你过来跟我一起吃？去他的公司，不知道多少盯着他看，还不知道背后说他什么呢。我公务繁忙，你比较空闲。我哪里空闲啊，我还要研究蛋糕的新花样呢。你来还是不来？顾其东忽然绷起脸道。穆清河再次瞪眼，坐下吃饭不去理会他。哼，不去就是不去，逼迫我也没用，就是不去，看你把我怎么办。接下来，顾其东送爱爱去幼儿园，然后再送穆清河去蛋糕店。一路上穆清河都不和顾其东说一句话。
顾其东不免失笑，这个女人又在闹小别扭了。到了蛋糕店门口，穆清河推开车门下车就往蛋糕店里面走，都不和顾其东道别。顾其东摸了摸鼻子，开车往自己公司的停车场去。穆清河走进蛋糕店，见他冷战了这么久，顾其东都不来哄哄他，居然开车走了。他气愤地将自己的包摔在桌子上。老板娘，你怎么了？大姨妈来了。小军擦拭着桌子，就自家老板娘如此火爆，不禁好奇地问，他方才看到一辆卡宴车送老板娘来的，难道那位就是传说中的老板？穆清河深吸了口气，道，你大姨妈才来呢。老板娘，你怎么知道？我大姨妈真来了。小军惊讶地道。穆清河哑言，额上布上黑线，小军，你是来搞笑的吧？顾其东在停车场直接坐了专用电梯上了总经理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进了办公室，助理就跟着进来了，汇报了今天一天的行程。顾其东忽然问，小祝，公司的员工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吗？助理疑惑总经理怎么忽然问这个，但还是老实回答，公司有体制规定，允许员工有下午茶时间。以后公司的下午茶都去对面青青蛋糕店订。助理错愕，不明白总经理怎么关心这个事，但是总经理既然这么说了，他就那么办吧。知道了，总经理，你下去吧。青青蛋糕店，老板娘，顾氏集团的一个主管刚打电话给我，说要订上百个小蛋糕用来当下午茶，可是我们店里哪有这么多啊？小军接完电话就对着穆清河说道，上百个？这是钱啊，快点做。穆清河见现在才上去9点，到下午2、3点还有几个小时呢。小军想想也是，挣钱的机会怎么可以放弃，忙跑回后厨去做蛋糕了。穆清河一想不对劲，问小军，刚才你说是哪个公司要订蛋糕？顾氏集团啊。顾氏集团，穆清河懂了，掏出手机刚想要拨通顾其东的号码，又一想他不是跟他冷战吗？现在主动打电话给他，岂不是示弱了？哼，不打了。近中午，穆清河犹豫了，眼看就到了午餐的时间，不知道顾其东的午餐怎么解决，他要不要带一份便当上去跟他一起吃？这样想着，穆清河又觉得自己傻了，明明说了不去理会他，现在又在这里想他会不会吃饭。穆清河双手捧着脸坐在餐桌前，脑子乱转，胡思乱想，眼神瞄着街对面那幢高楼大厦，心想从上面看下来会是怎么的情形，他会不会站在窗口看着他？傻坐在这里，不打算吃饭了。忽然一个低沉带有磁性的声音在穆清河的耳边响起，穆清河倏地转过头抬眸望去，见顾其东嘴角带笑站在他面前。他傻眼了，忘了开口说话。吃饭了。顾其东将自己带来的盒饭放在餐桌上，随后在他面前坐下，将袋子打开。你不是说让我上去陪你吃吗？怎么自己下来了？某人不上来，我就只能下来了。听到顾其东妥协的话，穆清河嘴角缓缓地扬起，心里暖暖的，特别的温馨。你们公司的下午茶是不是你让人订的？穆清河含着饭菜，含糊地问道。顾其东伸手抹去他嘴角的一粒饭粒，吃饭都吃到脸上去了。你还没回答我呢。我不是给你增加收入吗？顾其东笑道。某人说过包养我的。穆清河低头瞄着顾其东的神情。顾其东淡笑，笑得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他伸手捋过穆清河的一缕发丝，把玩在手里，轻声说道，似乎某人说要先表现一下自己的床上技术，看看是否有被包养的资本。去死！穆清河娇嗔道。顾其东也不跟他玩闹，帮他夹菜，你呀，还是多吃点，看你瘦的，一点肉感也没有，我都不稀罕抱你。不稀罕就不稀罕，谁求着你抱我呀？穆清河将一坨饭放入嘴里，用力地咀嚼着，嘴里说着不稀罕，还是努力的再多吃一点。穆清河将嘴里的饭咽了下去，看着顾其东桌前还没有动过的饭菜，挑眉，你怎么不吃？怕你不够吃，等你吃完了我再吃。你当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你快吃吧，可不能把你这个金主给饿着，把你饿着了以后，谁管我饭吃？穆清河拿起筷子塞进顾其东的手里，嘟嚷着让他快点吃。有觉悟，知道要好好养着我这个金主了。顾其东拿起筷子吃了起来。穆清河咬唇狠狠地瞪了一眼低头吃饭的顾其东，他一抬头，穆清河忙低头吃饭，嘴角却一直仰着。顾其东好笑地看了